KTV 是许多人最喜爱休闲娱乐之一，三两好友抓着麦克风尽情高歌，几乎只要是台湾人，就没有人没去过 KTV 的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同时也有许多灵异故事从其中流传出来。在台北，尤其又以西门钱柜流传最多传说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不听不可，我是不可。接下来就来介绍西门钱柜传说缘起。如果想要看灵异故事的，可以直接跳到第二段哦。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。西门钱柜的前身名叫新生戏院，于1956年12月31日，经过了2年筹备的新生戏院正式开幕。当时由台北市长高玉树莅临揭幕，众多影星吴金宏、黄曼、宜冠等受邀剪彩。这是当时台湾战后，也是第一座采用波状铝皮钢架的建筑。这栋当时最火红的建筑，设有建新百货公司、鱼园川菜餐厅、万国联谊社舞厅，以及当时的新生戏院。新生戏院当时位于大楼的5楼及6楼，当时号称第一流戏院、第一流设备、第一流影片、第一流声光，是当时台湾最大的戏院，总共可容纳1700余名观众。戏院开幕后生意非常好，人山人海，毫不热闹，开启了台北市电影院的黄金年代。就在开业后的第10年，1966年农历新年除夕的前一天，这栋位于西门闹区发生了台湾光复以来市区内最大的一次火灾惨案。当天下午1点，戏院内正放映着《海誓山盟》，大楼的4楼万国联谊社起火，大火当时从4楼的楼梯口冒出，但是由于大楼并没有对外的窗户，外面又有广告看板的遮挡，因此赶来的消防队水柱根本就无法从外面灌入，加上楼梯稀少，逃生困难，且当时消防车最高水压只能射到35公尺，而新生戏院却有60公尺。在火灾发生当下，甚至有多名的舞厅小姐因为耐不住高温，直接从大楼一跃而下逃脱，景象令人触目惊心。当时台北市的消防车几乎全部出动，极力救灾灭火。后续直到下午6点，大火才被控制住。但是新生戏院大楼现场光焦黑的尸体就有24具，另外还有不耐高热跳下的死者，加起来共有28人左右。火灾过后，戏院改名新生戏院，并于1968年1月29日开幕。于1964、1966年先后开幕的乐生戏院、国生戏院，当时并称三生。1988年新生戏院整修时，祝融进再次造访此地，从此之后戏院就此停业。最后于2002年原址改建为目前的商业大楼，以及现在钱柜 KTV 中华新馆的所在地。直到现在，关于现在西门钱柜 KTV 仍有不少灵异事件从民众口中说出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2则网络上网友分享的灵异故事给大家，以下皆以第一人称叙述。我是在 KTV 从事夜班外场服务员，上班时间是从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。我的好友小娟是负责在机房点歌。在这里先说明一下，早期 KTV 的点歌系统是用录影带播放，一个包厢有2台放映机，轮流轮播。消费者在包厢内点歌后，电脑系统会将歌曲代码传到主控室，负责人员列印出来之后，会交由另外12到16位找带手在数万卷音乐伴唱带中找寻歌曲播放，相当的麻烦。之后我记得有一天遇到了一间包厢的客人，点歌唱没2句就退带，非常的烦。于是当时机房的小娟很不高兴，跑出来跟我们抱怨说503包厢的客人没品的行为。我那时候刚好也忙得差不多了，就拿了瓶饮料进去给小娟喝，叫她消消气，就又出去帮忙了。之后过没多久，这间客人又开始点歌，又是一样唱没几句之后就切带。
当时他们点的是无印良品的掌心。小娟这时候气不过，就直接把袋子又推了进去，直接倒带到有鬼影出现的那个部分。客人看了没多久，就又退袋，小娟就又推了进去放，就这样连续好几次。小娟这时候破口大骂：“再退啊，让你们看鬼看个够！”没想到话才说完，就听见安静的机房里面传来一阵莫名的声音：“你觉得这样很好玩是吗？”当时小娟以为是包厢的客人跑来机房的外面骂人，于是就推门出去看，左看右看，却没发现有任何人影，于是就安慰自己可能听错了。过了些时间，上班时候，小娟突然惊恐的跑出来跟我们说，她在机房归袋的时候，突然的被敲了一下头，而且还听到又有个声音说：“怎么又是你？”当时她非常的害怕，问说有没有人可以陪她，但是当时因为我正在忙，她就随便抓了人进去陪她。之后过没几天，小娟就离职了，而我之后就是尽量避免进入那个可怕的机房。我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利用等兵当前的空档来这间 KTV 打工，平常都是负责大夜班的工作。固定的行事历就是每次到了凌晨，当人潮散得差不多的时候，会把包厢做个彻底清洁。在这之后，就不会带客人到总清后的包厢。平常日大约是半夜2点或3点以后就会做总清。有次在某个包厢发现到处都是脚印，并不是很脏的那种，是那种因为冷气关掉，包厢内湿气很重的时候印上去的那种脚印。这些脚印常常怎么拖怎么擦都弄不干净。一般我们拖完地的时候会把冷气开到最大，这样子地板一下子就会干了。但是这间包厢就是有那种吹了1个小时后还是没干那样。我虽然感觉怪怪的，但是只能尽量说服自己不要多想放在心上。后面就习惯遇到总清表里有需要清洁这间包厢的时候，都会优先来清理这间。一来是刚开始清洁的时候，店里客人通常还不少，心里比较有安全感；二来是先清完这间，可以吹比较久的冷气，比较可能在临班检查前干。有一次，一个新进的员工在总清完那间包厢后，跟我说了件怪事。他说，他清到一半的时候，刚好看见有个女生经过门前。他记得后面的几间包厢，客人都已经离开了。道理来说，应该不会有客人走到后面去，因为再往后走到底是边间，也没有任何通道，是条死路。所以他就很好奇的走出去看，正好看着那女孩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底的墙上。我这时才感觉那间包厢似乎有点不太对劲。最后有一天，好死不死的，又是我要来清洁这间包厢，于是我就推着清洁车去这间包厢补消耗品，就是包厢内的卫生纸啊、笔什么的。清洁到最后，要清洁到厕所的时候，看到厕所里面有个女生在里面照镜子，我吓得连忙说对不起，然后马上关上门，跟耳麦呼叫当时的外场说：“喂，里面有人呢。”外面的同事说：“不是啊，客人早就离开很久了。”我站在包厢外面说：“可是我明明就在厕所里看见一个女生还在里面啊。”我同事说：“等我一下。”然后迅速的冲过来我这间包厢，一脸不相信的打开厕所，结果才一开门，厕所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我明明刚刚从头到尾都站在包厢外等我同事过来啊。厕所如果有人出来，我一定会知道。那我刚刚在厕所看到的那个女生消失到哪里了？之后后续这间包厢也是最常有客人反映设备故障，歌出不来，甚至还有人抱怨
上到一半电视会出现奇怪的影像，或是上到一半天花板忽然大力震动，等等无法解释的情况。就在经历这些事件后，没多久因为要当兵的关系，我也就离开了这间 KTV 了。故事总是随着时间被遗忘、被改写，不可深深的希望，当初在那场大火里失去的每个宝贵的生命，在这些日子里都能够被超度放下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说鬼故事的方式，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哦。你们的留言跟按赞对我就是很大的支持。不可后续还会持续的做影片，还有记得要订阅我哦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